日本警方逮捕中国留学生，为何引发中日外交危机？此事真的与神秘的61419部队有关？61419部队又是什么来头？近日，日本警视厅公安部以涉嫌欺诈未遂罪，对36岁的中国籍前留学生王某发出了逮捕令，指控王某非法购买日本制造的公司版杀毒软件。此外，日方还要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做出国际安排，调查中国军队在对日本进行网络攻击时搜集信息的情况。由此，这起事件已经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日方要将事态闹到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是因为日本人怀疑这名中国留学生是隶属于中国解放军61419部队的成员。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社的报道，2016年11月，中国留学生王某隐瞒了转售给第三者的意图，以不存在的公司和负责人名义，试图从东京都内的软件销售公司非法购买日本制造的公司杀毒软件。销售公司查询后发现王某所说的公司并不存在，因此并没有出售。按道理说，捏造虚假信息确实触犯了法律，但也不至于大动干戈，直接下令通缉。随后报道就给出了解释。据了解，是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等日本境内200多个组织近日遭到网络攻击，日本相关部门立刻展开调查，认为是此次通缉逮捕的王某用虚假信息购买杀毒软件，是为了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网络攻击专业分队61419部队的军人妻子。日本相关部门并声称已经调查到了这位军人妻子在日本社交软件上为国家做贡献、国家保护等言论。新闻内容真假不得而知，毕竟日本同西方国家捏造破坏中国形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大肆在海外宣传中国威胁论也是习以为常。毕竟除了日本，包括美国和印度也一直宣传自己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不过这篇报道却把中国最神秘的61419部队牵扯出水面。这支部队究竟什么来头，又为何与中国留学生间谍案扯上关系？在中文互联网上很少有关61419部队的消息，只是通过一些对外招标得知61419部队是一支驻扎在青岛的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来头肯定不小。在2013年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中提到，当年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6个单位24名个人记功，其中科研工作者做出突出成绩的61419部队研究员张宝东等8人记1等功，总参谋部某研究所总工程师陈佐宁等9人记2等功。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61419部队是一支专注于科研的队伍，并且部队中有不少尖端人才。在由国家主席亲自授予的24名个人记功中，61419部队就占了17个。不过我们只知道61419部队并非一支简单的部队，但具体是做什么的依旧未知。在2014年，日本媒体周刊 SPA 以解放军网络士兵达1万人，网络民兵800万，中国正在不断加强网络活动为题，发布了关于中国解放军61419部队的报道。日本军事记者黑井文太郎称，中国的网络部队拥有数百名精通网络技术、相关语言和社会局势的重要人员，而具有如此实力的61419部队是专门针对日本的网络攻击部队。该部队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其情报搜集部门设在青岛，为的是方便拦截来自日本的电波信号。为此，这位日本军事记者还举了几个例子。在2009年后，日本30家以上的中央省厅、防卫相关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相关企业受到了网络攻击，被入侵的电脑大部分都被强行连接到中国的服务器与网站。2011年，以总务省为主的日本中央省厅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防卫大企业的电脑系统先后遭到了大规模病毒电子邮件的攻击，被攻击的电脑系统很快地受到入侵，导致电脑内部资料转移到了其他的服务器上。日本相关部门认为，以入侵手法和实施规模上看，有极大的可能是中国61419部队所为。对此，日本陆上自卫队队长伊东宽称，目前拥有1万名以上的网络士兵，并且网络民兵达到了800万人，他们掌握了很强的网络攻击手段，不仅从事情报搜集，还负责在事态发生时对敌方系统进行破坏。
当然，这些都是日本媒体的一面之词，具体情况无法考证。日本媒体1.800万张口就开，感觉日本媒体比中国自己还清楚中国解放军的61419部队，并且举例的事件并没有拿出相应的证据，都是些可能、推测、大概的模棱两可的词汇，并不具有权威性。中国内部对61419部队的资料也并不多，可以说根本没有。毕竟网络攻击部队是保密程度很高的部队，因此很多时候都无从查证。而正是因此，61419部队成为对外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手段。而提起中国参与对外的网络战争，最著名的莫过于当年的红客联盟，因南海撞击事件激起国内民愤。2001年4月26号，海外留学生林勇在中国互联网上召集8万名黑客，一举突破了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并让白宫网站插上了5星红旗。也至此之后，外媒就开始频繁指责中国招募专业黑客，对国外政府进行网络攻击，而中国留学生也常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不过，红客联盟是由中国民间自发组织的团体，但外媒认为中国解放军一定有一支远强于红客联盟的官方黑客组织，而这个组织就被认为是61419部队。而除了日本人，美国一直在渲染中国网络攻击上不遗余力。像美国国际利益网站就称，中国在网络攻击上的威胁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包括美国各种先进的航母与战斗机都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网络系统是关键，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武器系统与通讯系统等在内。但这些优势往往也容易成为软肋，一旦有黑客渗透进了美军的武器系统，后果不堪想象。网络攻击可能在千百公里之外就能完全掌握一艘航母的生死了。比如通过网络攻击打乱航母的指令，让其指挥舰载机与其他护卫舰变得困难，甚至暴露航母的位置，并让其防御系统失灵，这样在航母遭到导弹等武器的攻击的时候完全无法自卫。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设想，如果中国黑客对美国电力系统发动黑客攻击，让全美陷入大断电的话，那么美国死亡人数将可能达到1000万级。而在2021年4月，印度孟买发生大断电，导致2000万人受到影响，当地火车停运，商店关闭，并且印度身处疫情中，医院不得不切换到应急发电机，以保持呼吸机运转。于是美国与印度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5个月的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中国黑客干的。有印度官员声称，孟买停电的原因是来自电力负荷管理中心附近的华裔网络攻击。随后，美国研究院配合称，中国的黑客利用病毒软件入侵了整个印度的电力供应系统，从而控制了印度高压输电变电站和燃煤电厂的电力系统。至于证据，自然没有。此前，印度方面承诺会公开信息，但最终也没能兑现，这事儿很快就被忘了。可以说，中国黑客只是被拉来临时背锅的。